大家好，我是小慧，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每天早餐吃什么决定了你的寿命。到底该不该吃早餐？早餐怎么吃才最健康？说到该不该吃早餐这事也可以掰扯好一阵子的。我是一日三餐的，早餐都会按时吃。也有人表示，我从来不吃早餐，也没有任何不适，省钱又省时。我不吃早餐就胃痛，因为定点了。我28了，从来没吃过早餐，早上根本没胃口。如果吃了早餐，午餐根本吃不下了。我也不知道怎么搞的。那么这早餐真的是可有可无吗？英国著名临床心理学家罗斯泰勒指出，早餐的质量不仅会影响人的一天的决策力和思维能力，还会造成胃炎、肥胖、胆结石等一系列的健康问题。德国艾朗根大学研究表明，不注重吃早餐的人寿命甚至平均缩短 2.5 岁。英国伦敦帝国学院研究发现，不吃早餐，大脑会释放出需要高热量的信号，导致午餐和晚餐摄取的垃圾食物的几率大增。长期如此，肥胖症、高血压、高血脂和糖尿病都会找上门来。美国哈佛大学的研究还证实，这种做法会使患心脏病的危险增加了 27%。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副所长马关生强调，每天吃早餐是世界卫生组织倡导的健康生活方式，没时间、没胃口、控制体重等都不是合理的借口，应专门留出一个固定的早餐时间，培养吃早餐的习惯。不吃早餐有哪些危害？发表在日本健康社会服务人类科学杂志的一项研究，研究人员对525名65岁以上的老年人的饮食习惯和生活习惯做了长时间的跟踪调查后发现，在调整性别和年龄后，不吃早餐的参与者患阿尔兹海默症的几率是其他参与者的4倍，而究其原因在于人体内摄入的营养不足，满足不了大脑所需，进而导致大脑过早衰老，出现功能退化。此外，该研究还显示了其他3个与阿尔兹海默症相关联的因素。习惯吃零食的参与者患阿尔兹海默症的几率是其他人的2倍。不注意盐摄入量的参与者患阿尔兹海默症的几率是其他人的 2.5 倍。不注意营养平衡的参与者患阿尔兹海默症的几率是其他人的 2.7 倍。零食可能会导致脂肪摄入过高，而血液中胆固醇的含量比较高，可能会加快大脑中贝塔淀粉状蛋白积聚的进程，大大的增加了阿尔兹海默症的发病率。而过量的盐可能会导致脑血管内皮细胞受到干扰增加，引发脑内高血压，诱发大脑皮质萎缩。早餐对人体血糖水平有重要的影响，不吃早餐或营养不均衡的早餐，使血糖维持在低水平，人体就会有饥饿感，注意力难以集中。同时，不吃早餐还会增加罹患一些疾病的几率。增加心血管死亡的风险。长期不吃早餐的人患冠心病、卒中等的风险都高于规律吃早餐的人。一项对6550名成年人的调查研究结果，追踪时间长达 18.8 年，在排除了年龄、性别和种类的因素，以及排除了基线时、身高、体重、血压、家庭收入和生活方式等因素的影响后，从不吃早餐的人比每天吃早餐的人心血管死亡的风险升高了 87%， 全因死亡风险升高了 19%。 也就是说，不吃早餐与较高的心血管死亡的风险相关，特别是卒中与不吃早餐的关系最为密切。增加肥胖风险，增加高血压、糖尿病甚至是患癌风险。不吃早餐反而更容易肥胖，这很让人费解。有的人以为少吃一餐应该能够消耗脂肪，其实不吃早餐并不能加速脂肪的消耗，因为人体需要能量的时候，首先消耗的是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然后才是消耗脂肪。事实上，不吃早餐
一方面容易增加低血糖的风险，可能会导致低血糖、昏迷甚至是休克；而另一方面，不吃早餐，要吃午餐的时候肚子已经饿得不行，很可能就导致中餐吃得更多，过多的能量摄入在体内转化为脂肪，储积起来，时间一长反而容易肥胖。另外，不吃早餐的人也通常生活作息不规律，不规律的作息和饮食习惯也增加肥胖的风险，肥胖会增加多种疾病的风险。3. 容易患上胆结石。中老年人在长期不吃早餐的状态下，很容易就患上胆结石。这是因为正常的情况下，胆汁经过一夜的储存，已经是胆囊胀满，早晨起床时基本上已经达到了体积最大和浓度最高的时候。若不吃早餐，胆汁就无法及时的排出，容易引起结石的出现。4. 增加胃病和肠胃功能紊乱的风险。早餐时本来就离上一餐的时间长，也就是说已经空腹较久了。如果再不吃早餐，空腹时间进一步的拉长，分泌的胃酸较长时间侵蚀胃黏膜，增加胃炎、胃溃疡等的风险。不吃早餐的人往往作息也不太规律，比如前一晚睡得晚，或者是吃宵夜，这其实也进一步增加了胃炎、胃溃疡等胃病的风险。而不规律的饮食也会导致胃肠功能的紊乱，饮食不规律，排便不规律，形成了恶性循环。2. 怎么吃才算健康的早餐？总体而言，我还是建议大家养成吃早餐的习惯。那么问题又来了，什么早餐才算是好的呢？首先，一些不规律的早餐要少吃油条、汉堡等油炸的早餐。在选择早餐的时候，要注意选择清淡、容易消化而且有营养的食物，要注意避免选油条、油饼、汉堡等的油炸食物来作为早餐。这些食物不仅热量高，而且含有过多的饱和脂肪酸和致癌物等。有些人由于没有时间吃早餐，于是随便的用零食来代替，比如巧克力、饼干等。这些零食只能够为身体提供一定的热量，但是几乎没有营养，而且大量的糖分还会损害大脑。过辣或者是过酸的食物容易对肠壁和胃黏膜造成强烈的刺激，从而引起胃痛等的不适。特别是本身患有消化道溃疡疾病的人群更要注意了。其次，要保证营养均衡。1. 谷薯类做主食。相对于精制米面而言，燕麦、玉米、地瓜等的全谷物和薯类的升糖指数比较低，它们对血糖的影响比较小，不会刺激胰岛素大量的分泌，可以避免让脂肪囤积在体内，而且它们富含膳食纤维，能提供较为持久的饱腹感。2. 肉、奶、蛋、豆类，它们都属于高蛋白食物，减肥期间保证充足的蛋白摄入，可以避免肌肉流失，保证基础代谢率，而且蛋白质属于大分子物质，消化起来较慢，能提供给你较长时间的饱腹感。3. 新鲜的蔬果不能少。新鲜的蔬果不仅普遍热量比较低，而且其中还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和维生素等的营养，在增强饱腹感的同时，又能够维持肠道功能的正常运转。另外，如 B 族维生素、维生素 C 等的营养也有助于减肥。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就建议每天摄入300到500克的蔬菜，200至350克的水果。想要吃够蔬果，就要从早餐开始吧。用均衡营养的早餐为健康添砖加瓦。不吃早餐看起来是小事，但长期下去无疑会对身体造成伤害，不仅会错失很多人体必需的营养物质，还会增加许多疾病的发生风险，百害而无一利。从今天开始，无论多忙，都记得吃早餐，并且吃健康的早餐。好了，朋友们，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所帮助的话，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我们下期见。